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未解之谜啊！好的，这一期给未解之谜啊，对，因为我们今天换话题，我们今天讲这个 UFO，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今天，也就是美国时间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就公布了 UFO 的这个档案，密密麻麻的国防部的全部都是之前列为机密，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之前阿波罗登月，包括现在有很多过去2年。发生的这些视频，就美国军方拍摄到视频，我们今天精心给大家挑选了大概7至8段视频。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2024年4月30日拍摄的，然后拍摄的这是一张现场画面，现场画面它是黑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画面的右边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是圆盘还是一个圆锥，还是一个圆的那种 Tic Tac 的那个形状。对对对，但是它的这个头上是一个像光一样散发着一个，就是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有没有觉得像是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一秒钟的发生的事情？就穿越时空，穿越时空，然后而且它的光肯定不是就是说自然世界的这种，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可见光，或者说是我们。就是说相机或者说摄像机捕捉这种光，它肯定是发出来某种射线。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我们之后会看到一些视频，甚至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可能肉眼是看不见，只能通过红外成像才能看。对，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美国公布的这些画面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的，为什么是黑白呢？我们现在彩色摄像这么成熟了，拍不出来，它都是用红外光电，是你看那个，就因为它。白天黑夜拍出来，它都是那样子的，所以它是黑白成像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美国军方后来有些渲染图，就是在黑白基础上加上一些渲染图。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都是直观，对，都是这种原图。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非常震撼。你怎么就震撼了呢？你觉得这是什么？就是外星人来了。外星人就是它是证据证明确实是有 UFO， 因为你像那个我们从小到大男生都会讨论 UFO， 有很多人是。不支持、不认为 UFO 存在的，对，就是因为之前公布出来了一些视频或者图片，就是你看到远处有一个小光点，那个光点快速移动，对，然后别人说，哎，这个光点可能就是飞机，然后飞机你看错了，哎，飞机或者什么热气球或者小行星，对，哎对，但是这个图片简直太清楚了，这是美国政府公布了这个，并且它是金属质泽非常明显的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球体，反光的这种。对，我觉得科幻小说以后可以借鉴一下，所以这个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的。然后我们再看一段视频，这个等一下，你做军事节目就是说现在美国最高级的就是这些直升机也好、飞机也好、战斗机也好，都没有这种构造，是不是？都没有这种构造。你想一个圆锥形的，它怎么升起来？它浮力怎么升起来？重力什么都是不对的，反重力装置。对呀。因为你想，我们的这个飞机，里边有磁场，磁场，真的，对，是，所以就是它有现在人类没有掌握的这种高科技，并且在之后的视频，大家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就是加速度，包括变相非常快。你像我们变相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减速，然后减到0，然后再变，它那个速度就感觉是也一样。对，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好像 UFO 这种外星技术跟美国的这种。军方啊，或者美国的技术啊，芯片技术，他们是有合作的，甚至都有这种说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他们是有一些合作，是不是？所以才可以发明出来那么多比较先进的武器，都是领先世界的。是不是把外星人抓了，关在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臭鼬工厂？那个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怀特空军基地，据说就是有这个，就是收藏的。坠毁的外星飞船，然后也有外星人在里边，就是说和美国军方有一些真的吗？真的吗？我做的节目里，做的都是这些未解之谜里面退役的这些军官他们的爆料。他们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订阅扶摇的未解之谜，这是正盘的未解之谜。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叫什么长度也很震撼，就是135。对，这个是很大的。195一般的外星飞船，大家看到的都是非常小的小点儿，或者说比较远。对，这个是太大了，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撼。更震撼的还在后面，我们看下一段视频。来，就它其实我们看这个视频，它其实你不知道它算是8边形，就是它是一个8边形，然后这个形它出来一个尖尖的那些，它像一个宗教的一个符号。对，但是它太清楚了，就太清楚了。
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出这些，就是说这些角、这些边也是一些气体或光线？哦，有可能，它不是说具体的这种金属的构造。哦，有可能，实际上金属的构造有可能就在这里面。它可能你看后边可能是这个排气的这个装置，然后或者出来。你们看它这个地方有这种细的这种背后白色的，对，这是轨迹。你看它在做这个英文叫 zigzag， 就是来回这个变化，来回的走。但它这个图像简直太清楚了，而且这个一看就不像是你对，就左上角又出现一个。看不太清看起来像是像帆船的感觉，对，像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东西，对，隐身的，对，哇，我觉得这个太奇特了，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这个看的真的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它是来回的这种漂移的这种晃动，它跟这一般的那个飞机飞行不一样，而且它好像是立面一直对着你的，对，就它没有旋转，它你到现在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哪一个面儿冲向你，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圆球，它前面可能是个圆，后边可能是一个尾巴给我们看，对对对，然后但也有可能形状它人家就这样的。对，这个就拍出来非常震撼，因为它真的是就是说实实在在的你看到，而且这是美国先进的技术。对，现在你像这个伊朗在地面上摆个什么发射车，美国卫星看的都清清楚楚的。对，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之前的一些视频或者画面是造假，这个肯定不是造假。这个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发的，你在网上流传出来，肯定觉得你这就是 AI 做的。对对，肯定有很多人。但是恰恰这是美国国防部发的。国防部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奥巴马在今年2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说了，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存在外星人？对你奥巴马存在外星人，川普说，你说存在外星人，我全部公布了，你们看吧。”第一批100对，经常川普发帖嘛，就说让大家自己来自行判断。然后恭喜你，就是什么让你们就是好好的验证一下什么的。并且他那个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也是，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哎，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欢迎你们给判断，你们自己来，对，你们自己研究。所以全世界的这个 UFO 的爱好者都沸腾了，最公开的一次，最透明的人类首次。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震撼的画面再来看下一个，它画面正中间有2个光点，像眼睛一样，像人的眼睛一样，然后不停的在晃，像2个萤火虫排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它们的特征都是，它们是竖着飞。就竖着在那里，像跳舞一样。你看它旋转了。对对对，它会旋转。然后你看这个背景，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天啊？我分不出来，但看起来像是黑天，因为白天它可能这个背景光会更好一点。你们觉得这是2颗还是1颗？我觉得是1颗，一颗对。但是它是就是像连体，会不会是2个球，然后中间有一个像一个杠铃一样的形状？也有可能，但是也有就是说2个可能是并列飞。像双星的这个更近一点，这个更近一点，你看到这个，好像2边还有一些发光的感觉。对，并且我们要给观众说明一下，这都是美国军机用最先进的这个电子侦察设备、光电感应设备所拍摄到的。就这些，你看的这些，基本上你做军事节目的时候，你都遇不到，是吧？我当然遇不到了。像刚才那个，就是说6角形还8角形那个，就是8边那个人类没有这样的没有那个我看今天有一个就是美国国会议员就是。Burleson 还是Paula， 他是一直很支持公开 UFO 文件。对对，他其实是我们坦帕选区的。佛州的。对。然后他说这个看起来像是那个就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叫魏天使，就是他那个魏天使是就是现在的画面也不是那么确切，就是它是有很多眼睛，然后它是有，就是它本身好像是有形象，但是它好像有一个轮子之类的，但我轮子上有眼睛，就是说认为它是外星科技，跟着就是说神性啊、宗教这是2码事。我也觉得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下第3个。这是一个 Tic Tac 的它是一个圆盘还是 Tic？ 它像一个橄榄球，这它可以变形类，变形。你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背后是一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城市的灯光，你能看到吗？灯光非常清楚，但是这个 UFO 就它可以真的是橄榄球状，真的橄榄球状，然后不断的旋转，不断的变形，你看。而且一闪一闪的，对，它一直在好像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好像在突破什么，有什么这种像是另外的这种空间，好像你看了非常回另外的空间，然后没回去又回来了的感觉。我当时看到这个，我怀疑，因为它在城市上空，不是在发射什么这种，就是说能量出来。你看，不知道发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你看这个底下那个城市看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
如果就是说你在我们城市头顶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大家全都知道了。我甚至觉得它有可能是就是隐身的，就是可见光是看不到的。可是这个怎么拍出来的？它是用红外成像拍出来的。可是为什么就是说它是红外线？你就是说有一士兵在这儿用这个望远镜或者什么这种成像在看，然后突然发现了拍的这个吗？因为他们在夜间航行，全部都要用红外成像。就是说夜间航行，你驾驶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我都是要带上夜视镜的。那你说在拍这个的时候，阿帕奇上的这个飞行员知道吗？就是他通过夜视镜发现了这个，然后再用机载的设备，然后旁边的人去拍的这个。应该不是机载的，因为这个就是机器也拍到了阿帕奇直升机。应该说在这边还有一个飞机，还有一个飞机或者是机器。所以那你们觉得它是 UFO 整体被发现是他们想被发现吗？还是有的是想警告人？他是想要给人类传达什么信号呢？有的是说就是在核武器附近，就是你不要发展核武器。真的吗？这个是人类就是接收到外星人的这个信息最多的这个信息。那朝鲜上空一定很多。哎，我跟你说，这种都他们肯定是不曝光的，但是对，朝鲜人也不知道。中国大陆应该也是有 UFO 的，只是说大家都不去说这些。对，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就你这个问题，我延展一个问题。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人质疑说，为什么都是美国人拍到这个，其他国家？对。因为美国在全世界到处都有，而且技术装备更先进。对，就美国今天公布的这些视频，不只是在美国的，这个好像是在美国拍的。有什么伊拉克，在中东那边，有阿曼湾，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在阿曼中东那边，还有非洲拍摄到的，还有在日本拍摄到的。你刚才说这一点让我突然想到阿曼湾，如果他真的是去了伊朗那边，看到了伊朗真的想发展核武器的话，所以川普如果接收到了外星人的讯息，说伊朗在发展核武器，所以说你去让他去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打这个核设施然后又去取消他的这个核武计划，我觉得完全说得通。虽然这个脑洞开的有点大，但是就我做这个未解之谜的这个思路来看，我完全接受。对，这个是未解之谜跟这个新闻大家谈的结合点。我做新闻时政和做这种就是神秘现象，我觉得完全不违和，只是说我们的思路是两个思路，通过不同的角度，但是它完全都是这个 UFO 就把它结合了。对。那今天这个就是完全一个铁证嘛，就是人类你不可否认的东西。是。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第5个视频。这个就是有点模糊，但是它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光点，这也是双星，这也是刚刚那种，是不是？就是它好像有好几个，就是说就左边右边，就是它移动速度非常快，然后会迅速变向。而且它不是一个人出现，它不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中间它瞄准的是有一个光点，然后旁边会有光点会过来，然后它会迅速变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真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拍的是非常远，就是它只是一个光点，所以很多人会质疑。但是我们结合前面的那些视频，你就会发现，对，而且这是美国验证过，就是美国他们，你想美国在空中你飞过来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的各种现代和50年前不一样，现在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又远，探测的这个能力又强，能看得很细致，所以连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想想，这是个很有对，真的是，就是说通过今天这些视频，真的是可以确认，就 UFO 它真的是存在的。我们再看第6个视频，小光点，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是在哪一块儿？这个好像没说，对，你看它这个飞行的轨迹就很跟人类的飞行器很不一样。对，就是像一个小虫，你这么看，而且它好快呀，来回就可以转向。对，它的尾巴上还是有那种小小的，能感觉到有一种尾气的感觉，就是像个小昆虫一样。这个就是在阿曼湾拍摄到的。在阿曼湾。然后他说是不是阿曼湾，这是你看这后面是这个这个发电机，对，风力发电机，风场，对，风车，对，你可以看到这种感觉很神奇。来这儿充电来了。人家不需要电吧？对，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觉得挺神奇的啊。你说他来这儿干嘛呢？这儿探测到核武器了，或者说是核设施了。而且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视频，它大小形状都不太一样。对。然后很多种，就觉得挺开眼界的。真的，以前只是听说。你以前对于 UFO 你是相信吗？是确凿的相信吗？以前对 UFO 是这样，我
我从逻辑上认为存在外星人，存在 UFO，但是缺乏足够多的证据能让我去说服别人。而今天出现这些东西，让我有足够的自信。我说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告诉周围的朋友们说，你看，这就是能够证明 UFO 外星人存在的证据。这太真实了，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奥巴马说了，川普也说了，卢比奥也说了，所以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真的外星人存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再看下一个，最后一个第七个难以接受。对，这个是像是一个飞机的这个形状，像是一个宇航飞机的形状，各种火焰组成的，但是它中世纪的那个飞行的那个飞行船的感觉。对，但是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就比较短暂一点，只有11秒。但这个确实形状有点奇特哈。对，这个形状是有点奇特，对。他们的世界也很丰富哈，造型各异。对，你现在看这些视频，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怎么想。我想扶摇、秦月，你们觉得 UFO 存在吗？外星人存在吗？这不用说肯定的呀，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你一直认为存在？对。那我当然也是了。我从小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但是就是当你做了这么多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么多的这种空军爆料。你知道这些训练有素的人，他不会睁眼说瞎话，不会到听证会上去跟大家去公然撒谎，去欺骗他身边的这些家人、朋友、全世界的人，你就知道那个他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合理、自洽的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阿波罗17登月那张照片，那个登月，因为这个阿波罗17是70年代50年前，对，他们登月的时候再发现就是远处有3个闪光的光体，但是因为70年代，你想50年前那时候探测，你又在月球上，你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不错了。对，这是几年的？当时可能看到的会更震撼。对，而且当时实时是有这个语音通话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语音通话。这样，我找到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当时，登月中出现了通信记录，这些通信记录现在都有这个证明，就是说，一名宇航员告诉指挥中心，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明亮的粒子碎片或其他什么东西在我们进行机动飞行时飘过。指挥中心回答道：“收到，明白了。”然后一个废话是不是？不明白了，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知道他知道啊。然后宇航员接着说。我的窗口上有很多很大的光点，非常亮，看起来就像罗恩从窗口看到的7月4日的烟火一样。而这个罗恩是当时阿波罗17号上的一名宇航员，是另外一名宇航员说的。然后另外一名宇航员这时候说：“是的，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形状了，它们是非常锯齿状，棱角分明的碎片正在翻滚。”这是当时就是说70年代50年前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到这些 UFO 以后，他们留下来的实时的通话记录，包括阿波罗12，也就比阿波罗17还要早。当时宇航员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当时没有图片留下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图片是阿波罗17的宇航员所拍摄到的。像之前对于 UFO 之前还讨论在存不存在呀，但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这个关于 UFO 的一些纪录片，美国的，它很多当时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采访啊，有些记录啊，所以因为说实话，我对 UFO 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我就是觉得说，之前他们只能通过纪录片来证明，我努力的证明给你看啊，然后我就 UFO 真的存在，我看过怎么样。现在美国政府这样子做，就终于像你再去跟别人讲解的时候，你终于我有证据了，对吧？美国政府给你背书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临界点，就是一个分界点，就是终于就是说几乎大家不用再怀疑说人类的思维要打开，对，上升一个。所以外星人存在对于人类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你仔细想想，外星人存在，外星人可以来我们的空间来去自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和我们取得联系？是不是语言不通啊？联系呢？你不觉得这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吗？就相当于你在家里干什么都有一个人盯着你，那你也不会跟蚂蚁去说我在盯着你啊？对呀。也就是说，这个外星人是比人类更高。而且有没有可能有？我不觉得他是比人类更高，他的科技可能会比人类更先进一点。对，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类似于人类其实是外星人或者更高级生命的一个，你叫它实验场也好，或者是叫什么？我不觉得，我觉得完全相反。我觉得它会比人类好像，它科技高，它并不代表其他的地方比人类外星人是分很多种的，包括像之前那个加拿大的前国防部长赫勒 Paul Heller，他就说，
其实他所知道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的就已经有80多种了。80多种？对，他这还是就是说加拿大的防长知道的，那美国这边可能见到更多种。差一点就跳到灯上去了，刚刚。哦，是吗？80多种。对，因为那宇宙那么丰富，怎么可能就那么几种外星人？那人类光是人类地球上就有这么多个人种。那我觉得美国政府应该公开有没有活捉过外星人。应该有吧，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当时不就是有这个外星人就是坠毁了嘛，然后又做了外星人访谈录，当时活了1个多月。哦。然后据说在51区，现在51区已经变成一个公开的区域了。然后现在奥巴马说了51区没有，因为它是转移了，51区太公开了，大家谁都知道，怎么可能把一个如此机密的一个地方告诉给全世界的人呢？所以它转移了。像这个怀特空军基地，它就是有这种就是外星人的这种飞行器留在那儿，然后去做这种逆向研究，然后可能人类的这种科技啊、武器啊就会有一种发展，美军就会有这种先进的战机出来。天哪，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要和美国打仗了。对，有外星科技加持。包括这一次，其实有很多的人就在评论，就是做实证的人会认为，美军它释放出来这样信号，也是在给其他国家看。你看到美国其实是在和外星人是有接触的，所以他们的这个科技跟你们其实不是一个迭代的，有捷径的维度都不一样。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就是我们现在天天为什么选择美国来交接呢？就是有连接呢？美国厉害呀，美国强啊，美国最先进啊。那个顺序难道不应该是说他因为有他们的存在，美国才先进吗？他为什么选择了美国？其实在之前就是在2战时期，那个时候希特勒就是就是和外星人其实就是有接触的，就是有一些它也是属于爆料类型的吧。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纳粹就有就是发现有外星飞船，然后有做这种逆向研究，包括做节目里之前有说，就是其实希特勒那个时候也是派人去这个新疆的这个就是西藏那边的那个香巴拉。去找这种真相，去找另外空间，然后也派出了什么 U2潜艇去这个海底去探寻地心世界，然后据说也是收到了一些地心世界的回信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就是说正常人不会去接触这些信息，也不会去想这些信息，但是爱好者们他们会去钻研，他们就找到了很多这种爆料。那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只不过是这个人真的是人数太多了，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不明现象真的是太多了。包括你看你研究出来这些信息，有很多是2024年他才拍到的。对，就他现在人又科技又发达，可以捕捉到这些了，不像之前大家只是传，但是谁也没看到，或者说我看到了，现在对，可以传播。所以我想问，是不是现在人类已经到了下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觉得是的，就是真的，大家所有的很多东西要透明化了。就是说，也不是说透明化，我觉得是，就是说你要打开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更多。就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你认为科学就是教给你的是课本上学到的这些没有外星人、没有外星飞船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些，你没接触过这些。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高层生命给我们人打开了一个视野而已，给你撕开，把过去的那种枷锁给打开。对，就是说可能人的思路要有一个就是说提升层次的感觉。对，应该建议伊朗领导人看一看，就不要再和美国打了，我们赶快达成协议。你看在这个时候他发出来，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就是没什么意思，你们打来打去，外星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一样。就是说，你就想为什么现在他会公布出来，真的是因为包括像 AI 现在这个发展，它真的是，这种传播的这种力度跟过去50年、70年前是不一样的。过去你去比如说罗斯威尔事件，然后官方给一个报告出来，当天就是说确实是发生了这个外星飞船的坠毁，很多人都目击者都看到了。可是第二天就跟你说，那是一个气象气球，然后就把这个洗地了。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气象气球，原来没有发生过飞碟坠毁事件。然后他就以这样的一个官方文件就把这个事情给销声匿迹了。可是现在你发生一个事情，谁都可以拍，谁都可以看到，你传播起来这么大，你再去掩盖，你是掩盖不了的。已经不合适了，已经到另外一个。而且美国这次公布的很多视频和画面都是过去这就5年或者是10年，比较近，非常近。所以大家要感谢川普，对，是感谢他。他从上一届这个就是说执政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公开这个，然后你就感觉难度非常大。这次其实也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感谢他？我终于有一个美国总统敢把这个事儿给 release 出来。主要是卢比奥也想公布，卢比奥他是因为之前接受那个《揭露时代》那个电影的这个专访嘛，那个访谈。还有新闻说好像是什么一下被删掉了，那是在说什么？就是说当川普公布这个的时候，说有一些资料瞬间被删除。
刚刚不知道，这个我好像也没就听说过。刚刚上路正式录的时候说有这样一个异常的一个现象，说在公布，我可能要查一下。如果说它删除，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官方还没有准备完全 release 出来，可能之后第2批、第3批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它未来还有很多，这只是第1批162份而已。但是其实美国的目击报告，就 UFO 的这些不明现象的目击报告，光是纽约去年，你知道纽约多少次？6000啊，6000次，1年？对，接到这种电话，就是发现就是这个，就是飞的啊这个快速的这些东西非常快。他们是给谁打？有的人911打。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就是关于不明飞行现象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当然，有的人可能确实看到那个是 UFO， 有的人可能看到是飞机，他也以为是 UFO， 有可能就去打电话。但是收到这些目击报告的电话就有这么多通。对，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很多 UFO 的目击里面可能有一半是假的，但是并不能，你不能否认掩盖它，对，它有一部分真实存在的。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视频都是明证。对，我觉得好，终于子靖以后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不用再探讨 UFO 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话题了，是聊下一个阶段的问题了。真的，对，感谢川普。所以之后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去思考，它真的存在，那确实像你刚刚提到的情节，就是人类到底应该怎么去？对，要跟他们去接触吗？还是说他们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我觉得人在这个宇宙中感觉真太渺小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都有什么。对。我觉得你人肉眼我说一个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是从小到大越读书越笨，因为好像学校给的定义越来越多，我的想象力越来的越失去。对，然后直到后来真的是离开学校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我在慢慢去恢复，把以前的那种观念给取消掉之后，我不只是说工作上了，就很多生活上的很多思考逻辑和问题，它在慢慢复苏。我自己的家里人也说，哎，你怎么好像读书越读越笨？好像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可以打开思维，就是说有些东西不，因为他教完你一个知识点，它不代表只是那个知识点在禁锢你，你那个关于那个知识点所有的一些思维模式都在禁锢你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去打破这种固有的思维，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好像是在中国读书就是有一段时间的人，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可能比较严重。对。是，就是课本上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对，这个是值得很，或者是可不可能只是说这个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些领导层，他想要让你就是说去只知道那么多就好了。对，我有时候就自己在想，就是说宇宙这么大，你不说太阳系、银河系那么，就是再往外那么大的一个星系，人类不可能是唯一的生命。所以你从这一点上来说，肯定会存在外星人，只不过外星人是什么样形式存在，来不来地球是。那现在这个 UFO 就证明了，不仅有外星人，而且他们可以来地球，以不同的形态可以来地球。想让你知道就让你知道，不想让你知道就不让你知道。对，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被降维打击的。你会害怕吗？好奇我们吗？UFO 是好奇我们才来吗？我不觉得他们会好奇，我不太害怕，因为我们有70亿人，所以要有什么事儿我们会一起，我们会一起。不是，这是之前很多人，就是很多总统他们不去公布，也可能是出于这种，就是怕人类会产生恐慌情绪。对。可是我觉得是一个阶段，你必须要让人类知道啊，因为这个时候人类他思考的这个思维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知道有外星人在面对这种现实，知道外星人，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你还打什么仗呢？对啊，外星飞船就在这飞来飞去，你打了半天，为什么就是人中的这点利益吗？那你哪一天外星飞船这么高级的这种科技攻击你一下，两边全都没了，那还值得吗？对，你这个伊朗的核燃料，对啊，说弄就给你弄出来了。对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维可能是想的是这种更大的这种思路，就是说我们人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活了半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透彻了这个整个宇宙的真相，什么宇宙飞船都已经飞到这个月球上去，已经在这个月球上都已经插上美国国旗了，中国国旗了。对，那可是你真的是了解这个世界？我突然想知道马斯克看了这些视频，他是什么想法？他不说自己是外星人，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有道理，他是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个，就是说他是怎么说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说新闻报道之后 OK UFO 存在，然后大家讨论完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对，是，所以这次公布出来这么多视频，也让我们一饱眼福。就像你从小30多年了，你一直都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存不存在，到底是不是画面上看到那些，是不是他们说的那些，现在告诉你是真的。因为你就想对你来说，一个人影响就这么大。对，因为我想说一下我的思维过程，因为我本身是理工科训练，你要讲究这个讲逻辑和实证，所以对外星人这个问题，就情感上我愿意相信外星人存在，这情感上。从逻辑上，我认为外星人肯定存在，因为很简单，宇宙这么大，人类不可能是唯一但是你就是无法证明。对，就是在实证这个阶段，因为我无法直接证明，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仍然有一定的就存疑度。对，其实我有很多的瞬间，就是我能知道，我就是像你刚刚的那个思维，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只有我们人类的这一个生物，然后但是有好多个瞬间，是因为就比如说很多事情混杂在一起，然后集成一个点以后，我就会那个时候就会感慨，怎么可能只有我们人类？但是就是你始终没有一个，就是你只是那种感受，但是你又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出来那种具体的这种事件，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是。就是相信这种另外的这种生命的存在嘛，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我的成长的这个几十年的好多个节点，就是他会演绎给我看，就是好删掉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现在我就想，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一个思考的点，就是说，这个实证科学、实证研究的这么一个思路，到底对不对？目前来说，它促进人类的发展，只能这么说。对，但是它不是真相。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天顶，就是超越这个天顶以外，我觉得它可能在这个里面是对的，但是超越这个顶以外的，它就是不对的。就是它是你是无法证实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对牛顿定律，这个牛顿力学，那后来牛顿力学它也不能解释所有事情，所以后来有量子力学。对，后来有相对论。对，所以它是一步但是相对论。也有很多其实是假说，包括我当时学量子力学，还有波粒二象性，它很多东西都是说我有公式，我有一个假说，这个东西能够解释一定事情，但是它是不是宇宙的真相？它绝对不是。再往上你会发现它还有更多的真相，或者是更接近真相的真相，你也不知道你在上一层是不是最终的真相。所以我觉得人类是非常渺小，甚至那种伟大的科学家他是非常渺小，因为他发现每往上我的认知再往上，虽然我比其他人聪明，但是我好像永远接触不到最终的真相。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都变成了神学家嘛，就相信神了嘛，不是神学家，就很多的科学家演到最后的时候，对，到晚年的时候，最后都我相信神的存在，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吧，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是，所以外星科技现在证实了存在，人类至少是没有的。你也是研究军事的，对这些你从现代物理角度上讲是不太好解释的通的一些武器装备的一些性能。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那些顶尖的科学家，或者说是在 NASA 的那些工程师，或者说是这些顶尖大学的这些大学教授，他们一直在去顽固的去按照固定的思维去理解这个事情，去发展这些整个的科技，然后也去教学生，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冲击力会有多大？我觉得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冲击力。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他是就是说我按照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形成的思维方式，我还是按照这个思维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就是说外星科技，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UFO 还没有一些，就我们这些视频能够证实它的存在，但是真正能够颠覆人思维的是，当我看到外星人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个装备是实际接触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实地感受到那种差距或者科学认知上的颠覆。就你一定要眼见为实。对，眼见为实，然后我会就会有，就是从实证上去颠覆实证上的观念，因为实证上才能彻底的说服每个人，是这样。对，是这样。对，反正这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对，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视频过不过瘾？如果觉得不过瘾，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以后再发出更多的视频。这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对，大家也可以上国防部网站去看一下，真的是很让人震撼。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